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眼镜涂上点它，人人都说好，戴一天依旧锃亮干净不起雾。有需要的朋友一起了解一下吧。首先看一下这个眼镜，稍微戴几个小时呢，就很容易模糊，因为上面沾满了灰尘跟油脂。那是因为眼镜帮我们的眼睛挡住了外来的灰尘，以及我们的表皮所冒出来的油脂，被吸附在眼镜上面。特别是炎热的夏季，一般眼镜待不了多久呢，它就会非常的模糊。这样子的话，眼镜朋友的世界比其他人的世界呢要模糊1倍。这个时候，有的朋友则会用眼镜布擦一擦，又或者是用高价的眼镜清洁液来清洗。殊不知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用眼镜布一擦适得其反。而高价的清洁液，在这炎热的夏季，是真的不够用呀。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平时清洗只要1点牙膏加凡士林就可以解决了。首先我们准备1个碗，当然像这种一次性的比较好，因为它比较柔软。我们用勺子取少许的凡士林，把凡士林放入碗中，再挤入7厘米左右的牙膏，然后将其搅拌融合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尽量使用牙膏来刷牙，保持口腔清洁。然而您可能不知道的是，牙膏呢有着许多其他神奇的用途。牙膏它的主要成分呢有研磨剂、漂白剂、湿润剂、复位剂、防腐剂、洗涤剂等等的一些成分。它在日常生活中呢还有着大作用哦。我们用棉签取少许，然后将它涂在眼镜的镜片上面，然后我们用比较柔软的棉签来画着圈的反复擦拭，里层和外层的都要涂抹到。我们都知道牙膏上面的有摩擦剂，它可以帮助清洁镜片，而且牙膏含有非常微小的研磨颗粒，能够起到打磨镜片的作用。而凡士林可以形成保护膜，从而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镜片。涂完以后，我们将其静置几分钟，我们就可以用布直接给它擦掉了，给它擦透亮就可以了。再提醒一次，不要用粗糙的布擦拭镜片，否则镜片上会出现更多的刮痕。接下来我们将其清洗干净就行了。这样子除了可以防雾，还可以防水，而且还耐脏，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哦。那如果眼镜划痕比较严重的话，这个步骤呢，我们可能要多重复2次。重复这个过程，直到你擦去液体后，看不到任何刮痕就可以了。这样做既可以修复镜片划痕，又可以清洁镜片，还能防雾，一举多得。它还可以清洗、修复手机屏幕。很多人的手机用上几个月，屏幕机身伤痕累累。相信每个人都非常疼爱自己的手机，有了划痕之后呢，是非常介意的。如果您的手机机身也是伤痕累累，不要着急换屏幕、换手机，有这样一瓶凡士林呢就够了。大家那就像我一样，用棉签取少许凡士林涂抹在屏幕上，然后涂抹开，在屏幕上有划痕的地方呢，均匀的涂抹1点凡士林，然后我们再用柔软的布来反复擦拭，这样填充效果更好。轻轻擦拭下有修复划痕的效果，而且呢，还可以在手机屏幕上面形成一层保护油膜，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。之后我们只需要准备1块干净的布，把屏幕上面的脏东西擦拭干净就可以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选择用专业的擦屏布来擦。经过这样清理过的手机屏幕变得非常的干净了，而且划痕呢也看不见了。在修复前和修复后的对比，可以看出修复后1点划痕都没有。当然，这种修复方式
无法修复屏幕破损或开裂，那种情况呢，就只能换屏解决了。也就是说，即便大家手机屏幕裸奔使用，美贴膜造成了表面划伤以后，也可以通过用反射点的方式修复了。除了手机，这种方式也能修复智能手表等屏幕设备，只要是玻璃表面的都可以。您学会了吗？妙用3：擦皮鞋。家里长期不穿的皮鞋，也没有经常打油保养，非常容易长满霉斑。急用时不要用水擦，大家可以取少许凡士林，涂抹于皮鞋表面，然后呢，再用抹布不断的摩擦一会，皮鞋就可以焕然一新，光光锃亮。皮鞋最大的问题就是穿久了最容易起皱掉皮，这样穿起来档次直线下降，所以保养很重要。但是出去保养难免花钱，少则几十，多则几百，我感觉就是花冤枉钱。其实凡士林同样可以起到很好的保养作用，所有的皮革制品呢都可以用到它，就连皮鞋磨脚呢也能解决。我们在皮鞋磨脚的地方用凡士林涂抹一下，放置2天，磨脚出的皮革因受凡士林养护，会柔软光滑很多，从而变得不再磨脚了。好了，就这样把凡士林均匀的涂抹开后，晾置1晚，皮鞋面就会变得软一些，就连鞋面的皱印也会变得浅一些呢。我们对比看看，效果不比专业鞋油差吧？而且呢，还具有保养作用。涂抹凡士林后，它会在鞋子的表面呢形成一层油膜，这样鞋子呢就不容易沾染灰尘，保持鞋子的清洁度。就算鞋子长久不穿，有油膜保护层，鞋子呢也不会发霉长斑，真是一举多得呢。妙用4：润滑剪刀。剪刀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工具，我们经常会用它来剪断一些东西，但是用久了以后，剪刀就变得十分生涩，很硬，有时候直接掰不开。这时我们的凡士林就派上用场了。我们取少许凡士林，均匀的涂抹于剪刀的铆钉处，还有接口这里，凡士林就起到了一个润滑剂的作用，这样剪刀就变得灵活好用了。没想到看似不起眼的凡士林，居然也有这么厉害的作用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